好，您拨打的电话。哎，李行长，于总，是我，您看咱们都这么多年朋友了，能不能再帮我申请申请？我们今天专门开会研究了你们公司的信贷问题。你们公司自从挪款丑闻之后，业绩一直在下滑。但这都是暂时的啊，您再给我点时间好吗？给我点时间，这风波一定会过去的。我们行长给了死命令，不光不能放贷给你们，之前欠的贷款也必须按期还款。我真的是没办法。现在已经不是我这个层面可以解决的了。那怎么了？你刚才是跟银行打电话的吗？是资金出问题了吗？那现在公司怎么样啊？老公，你说话呀，老公，到底怎么了？哎，傅姐，我这些我就拿走了，到时候我去云南想你们还可以看看照片的。好吧，什么时候去云南？明天就走。哦，一路平安。好，谢谢。倒也没事，反正去了云南，以后这不是进花，还得从云南进嘛。这反正也都熟了，以后还少不了麻烦你。好了，那傅姐我就先走了，祝你们生意兴隆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，一切顺利啊！哎，对了，来帮我一个忙。喂，赵总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最近店里有一些变化，所以我还没来得及。啊，行，好的，我考虑一下，我尽快回复您。嗯，好嘞，谢谢啊，再见。怎么着？之前的一个客户，他想找我做婚礼，3场的花艺全部交给我。哎呦，我有点犹豫。这犹豫什么？这不是开的就这店吗？这活还不接呀？不是婚礼，再说了，我们店又小，人手又不够，我怕做不好。嘿，这不都是人吗？你说，真是的，不是家族企业吗？对不对？有什么事你就说话，尤其是雇人，你就先可着我啊。哎，对吗？还有我呢。对呀，兵强马壮的。再说，就让你去弄几个婚礼，这有多难？又不是让你弄国庆阅兵，是吧？没事，接着。哎呀，好嘞，我知道了，李行长。哎，谢谢。于总，您找我。现在几家银行都不同意再给咱们贷款了，而且之前我们借的那些钱，也不允许我们逾期还款。赵氏基金那边我已经问了，不愿意再追加投资了。我们出了这么大的丑闻，人家这态度也正常。现在我们的订单量每一天都在下降。那现金流呢？现金流还能撑多久？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不会超过1个月。要不我们裁掉一部分员工吧，这样可以缩减开支。这么多员工，要不然就是干活的，要不然就是亲戚，我裁谁啊？你先忙去吧，我再想想。好。
不敢想象，现在这个无人驾驶技术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。成名型的无人驾驶现在已经是 L2的无人驾驶级别了。当然，研发的这种小型的车是因为它的车型更小，车速更低，所以说现在无人驾驶级别能达到 L3甚至更高的级别。以后的应用，那就是相当广泛，前途无量啊。边总说的没错，以后无人车广泛应用之后，因为外卖车引起的交通事故，包括顾客和外卖员之间的纠纷都会大大减少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代表何来过来监工啊。哎，大家辛苦了，一下午吃点东西，喝点下午茶吧。哎，边总，谢谢您的咖啡。哎呦呵，你呢？给我2个沙。谢谢。这监工好啊，连生活都兼了。你看咱们现在又变成甲方和乙方了。错，我们这叫共同研发，我们可不是给你们打工的。对，请贵公司按时交付，严格按照合约执行。放心，以后这种监工还是需要的啊，各种补品啊什么的可以多来一些。没问题，收到。以后天天过来看你啊。啊不，看大家。妈，我求求您帮帮我，您帮我把目前的这个资金的窟窿帮我堵上。等我公司一旦运营正常了，我尽快还给您。公司都这样了，你怎么还有幻想啊？妈，这次完全是那个丑闻给闹的，所以说很多客户他不敢用我的物流公司了。但这都是暂时的，妈，您相信我。不是相信不相信你的问题，在我看来啊，公司现在是撞上冰山了。沉船是迟早的事儿，所以我劝你早点撤出来，不要跟着船一起沉入海底。啊，您就帮着我，在董事会那边再说说情，好吗？我一定把这公司盘活，您帮我再争取一次，就一次行吗？现在董事会不追着跟你要钱，已经看在我的面子上了。但是妈，哎呀，妈叫的我这心烦，你能不能理智点儿？公司没了就没了，咱就认了。所有投进去的钱，自当是买个教训。你今后也不会没饭吃，回到公司，回到集团来上班，不就完了？你干什么呢？你拿房产证干什么？我妈不帮我，我只能靠我自己了。我就不信我翻不了这个身。你疯了呀，余光！你是要卖房子去救公司啊？那要救不回来呢？那么大家业呢？啊，早晚都是我的，你给我。我不给，凭什么给你啊？这是咱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有一半是我的。你就是怕你自己的钱少了是吧？我给你打欠条行不行？你给我写欠条有什么用啊？你要把钱都赔进去，你拿什么还啊？你让你妈还啊？你妈会给我钱吗？要不说人跟人得经事儿呢，现在出事儿了你就这么想？你是我老婆，你应该为我分担吧？啊，我养活你这么多年，你都跟我不一条心是吧？给我！我不给。给我！我不给！你给我！不给！我不能给你！余光，我不能给你！我不给！爸爸，你干什么？庄庄，你快劝劝你爸爸！你冷静点，你看你都疯成什么样了？你女儿可都看出你疯来了。你创业失败，你受不了，我能理解你，但是咱日子还得过呀。你这么折腾，你图什么呀？图什么？我40多岁的人了，我这辈子都做我妈的小光吗？他说我创业我干不成，我就要证明给他看，我爸妈能干成的事我也能干成。咱这次干不成，不代表以后干不成，我们一定行的。咱不在这一棵树上吊死，好不好？给我！我不给，我真的不能给。你就想着你自己是吧？你就想着你自己这点钱是吧？你跟你这钱过日子，我不要了。爸，老公干什么去？老公你听我解释，老公，我真
是走了，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还在。你要是想离开公司，我不会阻止你。对不起，是我给你的建议太激进了。我是老板，所有的决策都是我做的决定啊，我拍的板儿，轮不着你道歉。我把创业这事想得太简单了。没有人比我清楚你为公司付出了多少。但是丑闻这样的事情，它是天灾，谁都预料不到。是，谁都不怨，但是它也反映出了问题。平时这些亲戚朋友们在一起，看着都是热热闹闹的，有几个是真正干事儿的人？这么多管理部门啊，主要部门都是我们家亲戚。平时每个人都口口声声的跟我说：“小光，这样做就对了，那样做就错了，这么做对你才好呢。”但实际上呢，他们都在给自己争利益。哎，我不怕你笑话，就咱们公司卫生间里那手纸，他们都往家拿，都怨我啊！我现在恨自己，我就应该拿白纸黑字啊，写上20个狠字儿，把这些狠字儿啊贴在我们家卫生间的玻璃上，还有那个屋里边最显眼的墙上，我把他们一股脑全踢出去，然后招一帮啊像你一样有能力、有理想的人，跟我一起干事儿。我想从家族企业里摆脱出来，开创自己的事业，可是结果呢，从集团的那个圈子蹦出来，他们呢就又都围了过来，又围成了一个新的圈子。我是真不甘心。我知道你不甘心，我也不甘心啊。但现在公司欠了这么多的外债，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申请破产。申请破产？那我成什么人了？我是诈骗犯呐！这事儿我不干啊！
多少创业成功的人都是从困境里走出来的。我不信咱们公司就这么死了，好多人都赔上了性命，对吧？我现在不就是欠点钱吗？于总，只要公司在，我就在。谢谢你。哎，小草，下班了，跟我们一块儿吃饭去吧。我得把这个报告汇总一下发给老板，你们先去吧。哦，行，那我们先走了。那我们走了，草草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车导，哎，少白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下午不是答应你们下午茶，但是我那边实在走不开，抱歉。我这才赶过来。没事儿，忙的话就改天呗。这么晚了，非得跑过来干嘛？不是，我看群里边就你一个人在那收拾东西，有点不放心。我就担心你怕黑。怕黑？啊？我没说过我怕黑。你怕黑啊？我怎么可能？我一大爷们儿，我怎么可能怕黑？哦，哎，不过我中学有一段路，放学回家，晚自习结束之后，确实那段路黢黑，必须得唱着歌壮胆才能走过去，每次。那你要不然现场来一段？啊？这儿？哦，你这么一想，我好像是挺怕黑的。真的？行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1、2、3、4。齐总，各位老总，我们非常期待今年的检测结果。行，那我们差不多开始呗。各位注意一下啊，专家和领导全部已经到场，大家非常关注我们这一次的路试。我们现在开始测试一下路试的流程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主要测试的呢，就是无人车对于路况的反应和最佳路线的选取，以及对于突发状况的应对。然后呢，过一会儿在测试结束以后，我们会模拟客户下单，然后你们那边呢模拟商家接单，然后装车。然后在行驶过程中，各个部门要严密的关注所有的数据然后还要看它的软件体验，好吧？最重要的是注意安全啊！收到，领导。OK 了，这边已经准备就绪了。好，可以准备开始了。报告总台，准备就绪，是否发车请指示。好，测试开始。收到，发车。
车辆路线的选择没有问题，对路况的分析也没有问题。按照现在的速度，会比预计的时间提前15分钟。哇，太厉害了！哇，非常棒，这是一个5星好评。nice。从当前的测试情况来看，无论是爱普的体验，还是无人车的智能程度，都让我感到意外。客观的来说呢，已经达到了行业的领先水平。齐总，非常好，你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做成这样，确实不容易啊。没有。诸位别慌啊，是所有的情况我们都有预见啊，都有准备啊，能解决，没问题。赶紧想办法解决。什么情况？突发情况，地图路况暂时还没有办法显示。道路遇到突发状况，地图路况暂时还没有显示。那边，我这里也是啊，我看他这里什么原因啊？直接是突然间，我试一下。没显示吗？什么情况啊？这条路走不通啊！有什么问题吗？这边整个系统现在没有任何的反应，赶紧调一下程序，快！田静，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？呼叫总台，现在车辆遇到问题，已经停滞在路段，遇到故障，请总台立即调试车辆。之前测试的时候都是好好的，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出岔子呀？我跟车辆工程师一起做了分析，一来是状况突发嘛，这不；二来是因为智能驾驶程序自我学习时间太短了，还没有采集到足够的样本呢。这些其实也正常。认证测试的时候，人家只看结果，根本不会听这个理由。不达标就是不达标，你要差一步也是不达标。这些领导跟专家走的时候，嘴上是在安慰咱们，但人家心里面已经把咱们的这意向分打得很低了。我本想着借着这次测试，能让咱们得到业界的认可，更好的为我们争取后面的研发资金。现在可好，好好的一出戏给唱黄了。行了。我觉得大家别泄气，一次失败很正常，而且这次我们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，这次失败的样本对我们之后也有帮助啊。也是，哪能不经历挫折的，是不是？既然认定了这是一个有未来的事儿，那大家就坚持下去。但问题现在这个资金确实是个问题啊，一起想办法呗。哎，牛总，那个你上次借的那个借钱的那个，那叫什么来？张彤，你有他联系方式吗？
喝水。谢谢儿子。哇塞，哎妈，你做这个图好专业啊！还行吗？可以的。婚礼我觉得色彩应该喜庆一点。回去。你最近跟你爸联系了吗？咋了？你觉不觉得他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？啊？指哪方面啊？我觉得可能是他工作上出了什么问题吧。妈，你还说他不对劲呢？你俩都挺不对劲的。你们俩，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跟个小孩似的，跟玩捉迷藏一样。这个拱门和这仪式区，我们要全部打上网格，把它基础做好。还有这个草坪的户外啊，我是在考虑周末，现在看天气预报是没问题，但是一旦要是下雨，我们得有备案。花植物不是没问题的，主要是背板。哎，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小子不在家里好好复习功课，跑这儿来凑什么热闹？我该复习的都复习的差不多了，这2天最重要的就是放松心态。真会找理由啊！啊，我这第2次考了，有经验了嘛。哎，爷，你看，这我妈设计的喜花，是不是很好看？真美，真漂亮啊！啊，你爸你妈当初啊就没用上，现在给别人做了嫁衣了。这有啥，爷爷？我跟你说吧，等我爸跟我妈复婚的时候，让我妈再设计2个不就好了？你小子可真机灵啊你呀！哎，爷，你帮我办一下这个，你办这个。好，搬去那边。来，走。我看朋友圈，叔叔阿姨最近来看你了。那他们没有要求要见见你的男朋友？啊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说那个之前你不是跟我说虚构了一个男朋友出来，还要我给你友情出演一下吗？我一直都骗我家里人说我有男朋友。哎，那你就不怕露馅啊？怕呀，每次他们都说要见，被我敷衍过去了。嗨，你这弄的，你万一露馅了怎么办？你说？哎呀，没事，下次他们如果来这儿有什么这种要求，你就跟我说呗，我可以帮你去这个，友情出演一下。我爸妈都还没催我呢，你怎么还着急上了？你这个演员是想开始你的表演了？你要这么理解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，而且对我来说，这么好的戏，我可以一直演下去，演一辈子。真磨磨唧唧，我都替你着急。我喜欢你，曹操。你觉得我可以吗？你看，就是喜欢吃这口，这1星期这是不是第2次？你看我摸这个啊。哎，嘿，厉害吧？你再摸着店门，你再。哎，那咱们就坐门口吧，这行不行？行啊，坐外边。哎，服务员。哎，你好。这能坐吧？哎，可以的，你请坐。好嘞。爸，我去买个柠檬水啊，记得给我点脑花。好。别喝冰的啊。好。哎，好，这个菜单。好嘞，水放这儿，我们自己倒吧。好的。哎，还有吃脑花是吧？月亮，你跟人借钱了？哼，你这都哪儿听说的是啊？你别管我哪儿听说的，你是不是借了？没有。你不用跟人借钱，咱们那套房子最近看房的人特别多，一旦房子卖出去了，你就把钱全部拿回去用好了。嗨，
你这想多了，我这没到这份上呢。创业有点波折，这很正常。你把心态调整好，有坎儿咱们就慢慢度过去呗。我不知道你窟窿有多大，但这房子卖了，总能让你周转一段时间吧。行，我先谢谢你，我还没到那份上，情况也没你想象的严重。边亮，我是认真的。以前是你挣钱在养家，我要开花店，你可以出钱帮我，为什么你遇到困难了，我就不能帮帮你呢？现在我在挣钱，我又刚接了婚礼那么大的一个单子，你呢？自从你去了那个谋财图命的公司，哎，那叫图灵，那叫。好，反正就是那个公司，你有过一笔稳定的收入吗？边亮，你怎么总喜欢在我面前摆出一副什么都能搞定的样子？你还说你不是大男子主义呢？哎，这么一说，你知道我立马反省了一下，还真是啊。我现在你说我还担心什么？你这儿这么能挣，你放心，我跟你说，我要真碰到问题，我肯定跟你说。阿许，真的。必须啊。必须的。这一次深圳召开的这个自动驾驶技术展，很多业内大佬和投资人都会来，这可是我们推荐项目的好机会啊！是啊，这肯定也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，机不可失啊！关键是咱们现在资金也到底了，不抓紧机会，就没办法冲出去了。反正咱们从技术层面来说，经过之前的那个实践，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的总结提升，然后又弥补了很多的后台漏洞，现在故障率已经远超及格线，我们应该在同行业比较来说应该是优秀的。天哥，你说的这个没错，但是这些只有咱们自己知道啊。那他们现在对咱们的印象还停留在上次测试失败上。你接个电话啊，你们先聊。是啊，我们也在这商量这次技术大会呢。哎，你等等，小白，你上次找我说的那些，你确定吗？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啊。喂，喂，新东，你得帮我一忙。帮忙？帮什么忙啊？喂，领导，我这在这转一圈了，一个人也没有啊。哈哈，你别着急啊，一会儿会有一个重要的客户到现场。这天都这么黑了，还有谁能来啊？别急，别急啊，马上就到了。来，大家出来了，出来了。来，我们的实地演练测试。对啊，这个。
曹操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？那天你在发脾气，一副不谙世事的样子。但我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与众不同，怎么那么可爱？可能从那时候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，只是时机不对，所以我就陪在你身边，等。 陪着你，还好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又发现了你很多很多的闪光点，让我那么爱你。你爽朗的笑，清澈的眼神，你勇敢去爱，你真实的恨，这些都让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在找的那个人。但是我一直没有勇气跟你说出来，因为我没资格。 还好，我觉得我们一起也算经历了一些风雨，我才有勇气对你说出我喜欢你。也谢谢你，把我这个你生命中的友情出演，转正为你生命中的男一号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这个角色我想演一辈子，我下定了决心的。从这个开始，我李少白就要珍惜、守护、保护你。 一辈子，我真的爱你。曹操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嫁！